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宁愿绕弯也不经过蒙古，究竟有何特殊考量？11月18号，国家管网集团发布消息称，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目前已经全线完工，进入投产前的最后准备阶段。今天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观看中不要忘记点赞关注。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全线完工。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起自俄罗斯的东西伯利亚，从布拉戈维申斯克进入中国黑龙江的黑河市。这条管道全长超8000公里，在俄罗斯境内的长度可达3000公里，其名为西伯利亚力量管道。2022年12月21号就已经实现全线贯通，剩余的5111公里在中国境内。要知道，如此长的天然气管道，中俄是从2014年开始建设，而中国还是在2015年才开始。两个国家只用了9年时间就将它建设完成了。另外，建设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所用的钢铁总量可以打造巴黎埃菲尔铁塔共280座。这条管道途经了我国的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北起黑龙江省黑河市，南至上海，是我国4大油气战略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条工程全线是按照分段来建设的，分为北段、中段与南段。其中北段与中段分别在2019年与2020年底投产通气，而南段的工程起自于河北省的永清县，一路南下，途经山东省、江苏省，最后抵达上海，全长可达1509千米，建设时间为2020年的7月份。其中安平至泰兴段与南通至陆直段的管道长达1234千米。2022年，安平至泰兴段的管道就已投产运行，南通至陆直段就是本次完工的，它也是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的最后一段工程。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是一条世界级水平的天然气管道，也是我国首条采用1422毫米超大口径X80高级钢、12兆帕高压力等级的天然气管道工程，其超长的输送距离使其成为全球输气管道之最。通过该管道，俄罗斯每年将为中国输送38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满足国内1.3亿户城市家庭1年的用气需求，能有效缓解我国部分地区的天然气紧张局面。据有关报道称，这条工程全线贯通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每年可以减少1.64亿吨，二氧化硫的排放量也可减少182万吨。为我国的能源消费结构推动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助力实现双碳目标做出重要的优化贡献。中俄迎来新发展。俄罗斯是世界天然气最丰富的国家之一，该国天然气产量世界第一。根据1993年的油气评估结果，俄罗斯的天然气原井储量约236.15万亿立方米。以探明的天然气中有90%分布在陆地，10%分布在海域。而西伯利亚平原地区就占了73%。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的天然气田几乎都分布在丘明州境内。该州北部的亚马尔涅涅茨自治区地区是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气区，天然气储量超过40万亿立方米，约占全球天然气储量的37%。我国天然气产量已经逐渐无法满足日常需求。2023年，我国天然气产量2324亿立方米，消耗量3945亿立方米，进口量1656亿立方米，对外依存度高达42.3%。全球能为我国提供稳定天然气供应的国家有卡塔尔、澳大利亚、俄罗斯、美国等。其中，俄罗斯位于我国北部，本身就是资源大国，两国能源合作在不断增加。目前，中俄两国的经济合作逐渐深化，给中国带来了一定的能源优势，尤其是在俄罗斯被美国踢出美元体系后，导致不管美国如何操作，都不会影响中俄的能源定价。另外，俄乌冲突之后，俄罗斯的能源在欧洲受阻，就促成了中俄两国间的经济合作，而且在产业结构上，两国是高度互补。所以中俄间的贸易规模再次得到提升。另外，俄罗斯国内的通胀，而贸易却依然提不上去。中俄两国间的能源通道开通后，俄罗斯就可以用人民币和全球做贸易，而我国只要有俄罗斯这个稳定的能源供应方，那我们的商品将更加具有优势。而在接下来全球工业品竞争中，我们也将更有主动性。东线能源管道为何没有途经蒙古国？
实际上，这条中俄东线管道是中俄合作开发的第一条天然气管道，而俄罗斯曾坚持过境蒙古的管道，则是中俄正在商议的西伯利亚力量2号线。该项目计划于2024年开工，2028年竣工。但是这一项目仍停留在前期地形勘察和管道设计阶段。该管道起点就位于亚马尔涅涅茨自治区，经过克拉斯克亚尔斯克边疆区伊尔库茨克州，从布里亚特共和国进入蒙古国，经该国首都乌兰巴托转向我国西北。规划管道全长2600公里，建成后每年能为我国提供500亿立方米天然气。西伯利亚力量2号管道虽然对于中俄两国来说非常重要，但它并不是唯一的选择。中俄东线管道从提出到完工仅用了10年时间，很多人分析它完工的之所以这么快，是因为绕开了蒙古国，从而避开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首先就是蒙古国的不坚定性。蒙古国在近些年来一直坚持其所谓的第三邻国政策，在中俄两国之外，与韩国、日本、美国等国保持亲密，甚至还要穿过中俄两国的领空，将本国的矿产资源输送出去。其次就是蒙古国希望在中俄天然气管道的合作中，从中谋取更多的利益，不仅想要收取过路费，还想租借我国天津港，使其成为蒙古国的出海口。中俄东线管道完工后，就可以看出中俄两国的天然气管道合作并不是离不开蒙古国。